这是……陆放，你压了我3年，今天也该轮到你仰望我了。竟是雷霆剑客，这可是稀有中的稀有，自带雷属性攻击，伤害高的离谱，而且还有麻痹效果，单挑无敌啊！我记得咱龙国上一个雷霆剑圣已经是400级以上的大佬了吧？看到了吗？雷霆剑客，陆放，你爹妈再厉害又怎么样？觉醒看的是天赋，以后你拿什么和我比？王一星，你少得意，放哥肯定比你强。恭喜！装什么装？我倒要看看你能觉醒个什么垃圾职业。下一个觉醒者，陆放。以前你没赢过，以后你也赢不了。陆放！我爸妈都是400级以上的强者，我应该也不会太差吧？觉醒成功，职业小财主。小财主，全属性10，合着我觉醒了个菜市场收租职业。真要回家继承千亿家产了，不是吧？恭喜获得天赋钱可通神灵石，可将龙国币转化为金币，用来提升职业潜能。天赋将在5分钟后消失。我去，充钱就能改命，这哪是废柴职业，这是超能力挂呀！正好我有200万零花钱。升级成功，下一级需要消耗10万金币，余额不足。怎么不够升级了？这可是改命的机会，绝不能停在这儿。爸，我在觉醒，立刻打钱给我，越多越好。我只有3分钟，快！都4分钟了还没动静，肯定是觉醒了垃圾职业不敢出来。什么江城第1天才，不过是个靠大妈撑场面的草包。陆放这次肯定栽了。老爸怎么回事？怎么还不打钱？到账1500亿龙国币。来了，全部转化！恭喜宿主升级为最高等级唯一财神，全属性初始数值1000点，获得技能1掷千金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财神，全属性1000，爸妈当年最高才50点，这就是有钱能使鬼推桥的快乐吗？陆放，都5分钟了，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不出声。唉，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，看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，可惜了。这是什么异象？前所未见，30年了，我从没见过这等异象。你觉醒的到底是什么职业？保密。你就是不好意思说，你绝不可能比我强。放哥牛逼，那金币异象帅炸了，比王一星的破雷电强100倍。既然大家都觉醒了能力，现在每位新人都有一次进入初始副本的机会，共15关，通关越多奖励越丰厚，排名前100额外加涨，而第1名奖励专属装备盲罐。我的天，这要是拿出去卖，至少能卖500万吧？500万，你有钱都买不到。财神职业用不了普通装备，这盲罐正好能开出专属的。第1名我要定了。专属装备是我的，陆放，有种就比一比，谁通关层数更高？毕竟我的初始力量有足足60点。我去，60点，我才8点啊！普通战士初始力量也就15点左右吧，太恐怖了，这就是特殊职业的含金量吗？陆放，震惊吧，诧异吧，臣服于我吧，你迟早会被我踩在脚底。哦，你怎么能如此平静？给我等着，副本见真章。不知道今年谁能破往届12关的记录。第1关挑战开始，怪物数量10。先试试新技能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我去，这属性！第1关通关，耗时1秒。恭喜升到2级，全属性加100，
直接加了100点。虽然知道我很强，但没想到会强到这种离谱的程度。要知道普通人才加20点总属性，这就是唯一的隐藏职业吗？陆放通关了，耗时1秒，不可能，肯定是系统出 bug 了。每秒一关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挑战者100秒内通关前15关，满足隐藏条件，修罗隐藏关已开启。送上门的经验和金币，不拿白不拿。就这点场面还吓不到我？确认。去，清场。恭喜升到6级，全属性加100。恭喜升到7级，全属性加100。就这么简单。最终 BOSS 地狱魔将50级。气势倒是比之前的甲鱼强点。上。最高伤害不过500，都没磨掉多少。物理防御这么高的吗？既然打不动，那我就用钱砸。一掷千金。去。击杀50级 BOSS 地狱魔将，获得8派经验。恭喜升到8级，恭喜升到9级，恭喜升到13级。魔将重铠、烈焰法杖，还有2本技能书，全是职业限定，用不了啊。恭喜通关隐藏关，评价 SSC， 奖励翻倍。钻石级专属装备，百级2转强者才碰得到的东西，居然让我卡出来了。恭喜获得财主长靴，钻石级。作为一个有钱人，打不过就跑并不丢人，跑得快才是硬道理。好家伙，3倍移速，打不过跑起来谁也追不上，神了！副本结束，退出中。校长，这世界15层通关了，校史记录才12层啊！这世界疯了！副本是国家法则掌控的，不可能有 bug 啊 ！SSS 级，传说中的最高评价，我们江城出了个 SSS 级，建校100年，从未有过！就这，还敢跟我叫板？拼死拼活就换了50铜币，唉。是这副本太难了，第2关那狼群速度太快了，我根本反应不过来。合着陆少也早被踢出来了，还以为他有多厉害呢。走，咱们过去安慰安慰他。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往上看。这5层通关 ，SSS 级。我刚才居然想安慰大神，我算哪根葱啊？爽，第8关总算摸过去了。放哥，你也太快了吧！通了几关啊？看你这么干净，肯定比我强，拿A级了吧？全通了。放哥，你别逗我，校史记录才12层。放哥 ，SSS 级，你还是人吗？2小时8分，比校史记录快了半个小时，我才是江城一中第1人。陆少，这么早就出来了？我刚才杀得太兴起，一不小心通到第12关，顺手破了个校史记录。陆少这么干净，想必是早就出来休息了吧？怎么回事？气氛不对啊！第2名，我是第2名，这不可能！谁能比我还快？15层，
SSS 评价，这怎么可能？全场安静。既然大家都完成副本了，我们开始举行颁奖仪式。本次考核，我们江城一中诞生了一个奇迹，一个足以载入联邦史册的奇迹。陆放同学，他的总耗时时间是1分17秒。1分17秒，平均内层5秒。原来秒杀是这个意思。1分17秒，我输了。陆放同学，这是属于你的荣耀，也是学校对你的期望。希望这件专属装备能助你在未来再创辉煌。谢谢校长。放哥快开，专属装备盲冠啊！我这辈子头一回见。1万金币可以换100万防御值的护盾，关键时刻能挡必杀一击，绝对的保命神技。同学们，觉醒仪式只是人生的开始，接下来怎么回事？停电了！不对，你看天上。什么人竟敢擅闯江城大学？我们是什么人？血狼会。血狼会 S 级通缉的非法组织，你们想干嘛？当然是杀人。陆放、陆天雄、苏庆玉之子，王艺兴、王震之子。当年你们父母联手毁了我们南省分部，杀了我无数兄弟，这笔血债就由你们2个崽子来还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这里是江城，就不怕3位柱骨大人回来把你们碎尸万段吗？老东西，你以为我们没脑子？江城3柱石早就被调去深渊裂隙镇压暴动了。局密调令他们怎么会知道？就算他们不在，江城还有护卫队，你们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护卫队马上就到。护卫队？你说外面那些瞎子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暗夜天幕结界。结界里面就算把你们全杀死，外面连个响都听不到，连能量波动都感知不到。这里已经是一座孤岛了。不好！动手破开它！120级圣光牧师，110级狂暴战斧。200级以下根本破不开。完了，闹剧该结束了。动手，那2个目标要带走头颅，其他人全杀了。锋刃风暴，爆裂火球，暗影剑雨！救命啊！全体教师顶上去，应战！一定要保护他们！土墙术，水木天华，圣光护盾。陆放是全人族的希望，绝不能在这儿陨落。哪怕我们全牺牲，也要保住他。老李，帮我拖住左边那个。行，老哥，咱俩今天拼一把！血狼会的垃圾想杀我的学生，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！污秽血域前，你的圣光可笑。老张，太慢了，差距太大了。别杀我！我不想死！完了，全完了！那些黑衣人技能波动起码40级以上，天上那3个能把100级校长压着打，绝对是100级以上的强者。这种差距，我们就是一群蚂蚁，根本没得打。我现在是3级全属性2200，钱柜是我的1.5倍属性，也就是3300点，收拾下面这群杂碎绰绰有余。陆放，你疯了？上去送死吗？放哥，别冲动，我知道你副本厉害，但你才刚觉醒啊！放心，我从来不做送死的事。钱柜，给我出来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是对面召唤的怪物吗？怎么从陆放身边出来啊？杀！什么？
这怎么可能？这些怪物是陆放召唤的，怪不得他能通关15层，怪不得能拿 SSS 级，这才是真正的实力啊！仅仅觉醒第1天，就能召唤这种级别的怪物，此子断不可留。真正的胜负还在天上，等这3个腾出手来，前鬼也挡不住。校长、副校长，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其中1人，哪怕只有1秒，我也有能力杀了他。这孩子是被吓疯了吧？一个刚觉醒半天的新人，就算天赋再高，他怎么可能杀100级强者？你们听见没？那只小蚂蚁说要杀了我们，你打得过我们吗？老李，还没好吗？信我一次，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。不管了，老张，横竖都是死，信这小子一回。好，赌一把。光之枷锁，神圣禁锢，大地之手，绝对束缚。什么？这2个老东西疯了，不要命了！动手！一掷千金，就凭你，老子站着让你打，你能破得了老子的血魔罡气？不，这是什么？不可能！给爷死！秒了！我全力一击才10万伤害，他动动手指就是我的15倍，这是什么怪物？还愣着干什么？一掷千金！该死！该死！这小子才是最大的！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小爸妈，给我死！黑死魔光！陆放，完了！金钱必借。没死。校长、副校长，不用留守了，牵制住他们，我来收割。好，老李，别让这群杂碎跑了。放心，跑不了。一掷千金。再来。陆放，对不起，作为校长，我没能保护好学生，到头来反而被学生救了一命，这是我的失职，更是我的耻辱。平日里威严的校长，竟会向贤低头道歉。校长，严重了，您不需要道歉，更不用自责。那3个人本来就是冲着我和王一星来的，是我们父母当年的仇怨引来了血狼会。学校是被我们连累的，这是无怨之灾。我出手既是自保，也不想大家因我受伤。这不是您的失职。无论如何，谢谢。15层通关 ，SS 评价，呵呵，我还在为几千点伤害沾沾自喜，他已经用100万伤害屠神了，我拿什么跟他比？报告队长，检测到高能反应，坐标锁定江城大学。江城大学，今天是觉醒大会，陆放和王一星都在那儿。分析能量等级。根据残留数据分析，入侵者能值至少100级以上，数量3人，还有封印结界消散的能量残渣。3名100级强者，还有封印结界，这是有预谋的绝杀。一中那点防御力量，怎么可能挡得住？要是那2个孩子出了事，完了！全体集合，目标江城大学，快！医疗队、搜救队，立刻进场！人都在，
幸好我这条命也算保住了。两位老林场拼到这种地步，才是真正的英雄惜勇。老张，老李，你们太牛了，太伟大了！不仅救了1000多学生，更是救了我季修能的命啊！放心，我一定把你们的功劳上报国家，我要让全江城都知道你们的英勇事迹。那个，虽然我很想这个功劳，但做人得讲良心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真正击杀3名百级强者，力挽狂澜救下所有人的，是陆放。季叔叔，好久不见。一个刚满18岁，今天才觉醒的学生，杀了3个百级强者。小放啊，你简直比你爸妈年轻时还要天才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要是让你爸妈知道今天的战绩，怕是做梦都要笑醒。季叔叔过奖了，运气好而已。这可不是运气。小放，这一功，我代表江城护卫队，向你，也向全校师生道歉。这是我们的重大失职，血狼会是 S 级通缉组织，他们潜入江城，在学校布下结界，我们居然毫无察觉，差点酿成无法挽回的惨果。季叔叔，敌人有备而来，手段诡异，不能全怪护卫队。只是我父母和王一兴父亲身为3柱树，紧急调往前线是最高军需时机密吧？为什么血狼会的杂碎知道得这么清楚？你是我们内部有。哼，小放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儿，我就算把江城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那个吃里扒外的杂碎揪出来。1队，封锁现场，清理痕迹。2队，医疗组救治伤员，心理辅导组安抚学生情绪。江夏，走了。好。少爷，您回来了。少爷，老爷夫人在离开江城前，特意嘱咐我留给您一份礼物，说这是给您觉醒职业准备的礼物，无论觉醒什么职业，都能帮到您。无条件生一个大品丹，化腐朽为神奇，简直是好东西啊！别的装备我或许犹豫，但这戒指的保命机制最适合现在的我。升阶。物品金钱壁垒之戒，钻石级，全属性加50，主动技能万金不破，消耗2万金币，生成持续2秒的护罩，冷却时间12小时，200万护盾值，冷却时间还变半。今天又是 SS4通关，又是单杀百级强者，这么大的事，老爹老妈怎么一点消息都没回？队长，就陆放今天这实力，怕是大学都不用读完，就会被那几个研究院疯抢。确实，就算是龙国最顶级的5大研究院，估计都得给他开直通名额。5大研究院可是所有职业者的圣地啊！我当年要是能进去扫地，我爹都能给我在族谱中单开一页。你想多了，5大院扫地的最低都是200级生活系职业者。扎心了，合着我连扫地资格都没有。我是季修能。哎，队长，怎么了？天塌了！季叔叔，
出什么事了？小芳，你要撑住。我爸妈怎么了？3位柱石战死了。你说什么？小芳，战报上说，3位柱石在深渊裂隙镇压任务里遭遇异族强者，激战中空间节点失控，引发空间风暴，他们和那名异族一起被卷进去了。卷入，只是卷入，不代表死亡，对不对？小芳，我知道你很难接受，但空间风暴是规则级的灾害，里面没有坐标，没有方向。从古至今，被卷进去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回来。按前线规则，确认被吞没就会默认阵亡。不可能！早上老爸还接了我的电话，转了钱，怎么可能就没了？我还等着他们回来，看我拿 SSS 评价，看我杀血狼会的人，看我变得比他们还强。不可能，我爸妈不可能就这么死了。没有尸体，没有遗物，没人亲眼看见，凭什么说他们死了？他们一定还活着，一定！小芳，前线还在搜残余空间波动，一有消息我立刻告诉你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稳住自己。你爸妈要是知道你今天的表现，一定会很骄傲。小芳，我还要去王家，这消息也得告诉王一星。江叔，我要去找他们。少爷，老爷夫人在深渊裂隙前线啊，那是人族和异族打得最凶的地方。那我就升到200级，很快的，我很快就能做到。校长，这是刚觉醒的学生，那给什么待遇 ？S 级研究生招生权限。S 级，每届不到10个的战略级待遇，直接给一个刚觉醒的新人。情报是真的就不高，甚至可能不够。其他4院不可能没收到消息，要争就必须快。等等，不用去了。难道情报作假？不，天龙出手了。一个刚觉醒的学生，竟然能让天龙出手。地狱难度，就你了。同学，你是不是点错了？寒霜洞窟地狱难度不是新人能单杀的。没有点错，我确定要进。胡闹！季叔叔，我在职业中心，要进寒霜洞窟地狱难度，工作人员不让进，你帮我确认一下。季队长，陆同学，我现在就给您开权限。陆同学，副本里遇险可以用紧急脱离卷龙，地狱难度有3秒延迟。不用，很快就出来。30%减速，救车，潜轨。清掉。杀。击杀寒霜暴君，获得经验加80000，通关寒霜洞窟地狱难度，通关评价 SSS 等级提升，当前等级17级。陆同学没事，第一次挑战地狱等毒失败很正常，你能坚持10分钟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这通关了，还 SSA， 开什么国际玩笑？帮我开下一个副本。好的。3柱石全部阵亡，江城现在没了顶级支柱，这事一旦传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血狼会之前就敢袭击学校，说明早就盯上江城了。
现在柱石不在，非法组织和深渊教团肯定都会蠢蠢欲动，必须尽快向省府申请支援，至少调1名300级以上强者暂时坐镇。省府未必能立刻派人，最近深渊裂线暴动频繁，各城都缺高阶战力，想补上这个窟窿很难。这个时候打来，难道陆放在副本出事了？季队长，陆同学刚刚从寒霜洞域出来了，地狱难度，单人通关，最终评价 SSC， 用时5分48秒。你确定吗？查一下历史记录，寒霜洞窟地狱难度之前最快是多少？查到了，5年前一支平均15级的4人满部队创下的盾战、牧师、火法、弓手标准配置，通关时间3小时17分42秒。妖孽，他的价值不只是天赋，5大学府肯定会动心。我们或许可以请他提个条件，让学府协调强者入驻江城，撑过这段空窗期。这确实是个办法。不对啊，陆放的资料我昨晚就加密上报了，按理说5大学府早该疯抢了，可到现在一个联系确认的都没有，这不正常。难道消息被压下来了？谁有这么大权限？当然是有资格压下这条消息的人。你是谁？这里是城主府最高会议室，有守卫，有探测阵列，有防潜入禁止。这个人居然无声无息就进来了。江城城主韩千收见过大人。城主何等身份，竟然对这个人行礼还叫大人？大人是为陆放而来的吗？我正好在南省附近执行任务，上面临时下了考察命令，顺路过来看看。顺路？把闯城主府会议室说得像出门买菜一样，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怪物？调出陆放的完整档案。大人，陆放那边暂时不用告诉他，也不要声张，更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来过。城主，那到底是什么人？天龙，你知道龙国5大学府是研究生职业者的圣地吧？其实5大学府之上还有个天龙，他不招生，不排名，不属于任何地方体系，只对最高层负责。5大学府顶尖毕业生才有资格参选，那陆放这是直接被圣地之上的圣地盯上了吗？怪不得5大学府没人来。天龙看上的人，5大学府不敢抢，更也没资格抢。如果陆放真能通过天龙考察被选中，那江城绝对有救了。陆放已通关熔岩废墟地、毒物沼泽地、骸骨地地狱难度，都是 SSS。又是陆放吗？这次通关多少级副本了？39。这小子怕是已经40级了吧？应该是。昨天刚觉醒，今天就40级，这升级速度简直离谱。对了，江城最快一转的记录是多少？半年，当年陆天雄创造的，一转要100级。你觉得陆放多久能到？也许半个月。我觉得10天。城主，你比我还敢想。不是我敢想，是这孩子太不讲道理了。别人升级是打怪休息配合复盘，他倒好，进本跑图通关换下一个，副本跟经验流水线似的。大人，今天还是地狱难度吗？这是40级准入的地狱副本，今天不阻拦了吗？不，您请进。阻拦？我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给大佬开绿灯，千万别耽误人家升级。1天半，从13级刷到58级，速度还算不错。等级58，最多7天，我必定完成一转，突破桎梏。各位，陆会长和苏会长遭遇空间风暴，大概率已经陨落。这事儿咱们都心知肚明，消息一旦外泄，咱们商会绝对会迎来大乱，必须提前想好对策。现在能活下来就不错了。以前有2位会长镇场，无人敢招惹我们，如今靠山没了，往日的仇家定会蜂拥而至。没错，万宝商会、黑石财团、天河药业早就觊觎我们的资源渠道，这次绝对不会放过落井下石的机会。想要稳住局面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找顶级势力庇护。
我们可以让出部分渠道、股份和利润，换取外界大佬撑腰，先保住商会根基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只要商会还在，以后总有翻身的机会。可商会法定继承人是陆放，这么大的利益让渡，必须他点头同意才行。陆放，一个刚满18岁的学生罢了，懂什么商会运营？让他接手这么大的产业，才是真的把商会往火坑里推。没错，商会如今风雨飘摇，根本经不起小孩子意气用事。他若是懂事还好，若是不懂事，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基业毁于一旦。你们别忘了，陆放觉醒了特殊职业，昨天更是传闻他一己之力斩杀了100级强者。这种谣言你们也信？一个刚觉醒的毛头小子，怎么可能打得过100级强者？大概率是他父母提前留下的保命禁器，底牌罢了，一次性道具而已，用一次就没了，根本不足为惧。而且这2天没有任何顶级学府大佬接触陆放，足以说明他的实力根本被夸大了。有道理。可万一陆放真的成长起来，对我们心生怨恨呢？既然如此，我们不要直接撕破脸，明日亲自登门拜访，劝他接受庇护方案，架空他的实权。若是听话，一切好说；若是不听话，我们就用商会规则冻结他的抉择权，逼他妥协。就这么办？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还想跟我们这群老五条斗，简直不自量力。放哥，你这几天也太拼了，天天早出晚归刷副本，身体会扛不住的。今天干脆歇半天，我请客，咱们出去好好吃一顿，放松下。是啊，少爷，老奴也恳请您休息几日。老爷夫人不在，您可千万不能累垮自己。我知道，该休息的时候，自然会停。少爷，江管家，放商会的一众高层上门了，说有紧急要事，必须当面和您商议。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，让他们进来。少爷，我们已知晓老爷和夫人的遭遇，还请您节哀。他们没有死，只是暂时失踪了。少爷，我们都期盼2位会长平安归来，但商会不能靠期盼运转。如今商会群狼环死，无人坐镇，再不自救，迟早会被各方势力瓜分殆尽。这是我们商议的最终方案，出让部分利益，换取外部庇护，成立临时管委会接管商会运营。您依旧是法定继承人，享有分红，只需交出所有决策权即可。这不就是架空吗？说白了，你们就是想把我父母的基业拱手送给外人，趁机夺权，对吧？少爷，这是不是拱手让人？是保存实力。没有2位会长坐镇，我们根本守不住偌大的商会，这是唯一的活路。有我在，商必不会倒，也轮不到外人染指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商会不是副本，不是靠一腔热血就能守住的。你未来或许能撑起商会，但现在的你根本没有这个资质和能力。江管家，您是看着少爷长大的，也是最为他着想的。这种时候，您就该劝劝他认清现实。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只要您帮忙劝说少爷，后续还有源源不断的资源相送。拿这些破东西收买我爸，放哥从小到大把我当兄弟。我爸在陆家这么多年，叔叔阿姨从来没亏待过我们。现在你们上门逼宫，还要脸吗？几位，请回吧。少爷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，我父子2人誓死追随少爷。少爷，我们本想体面解决此事，是您不给自己留退路。真要走商书会流程，高层联署施压的话，您这个继承人未必能坐稳位置。商会不是您的私人玩具，更不是您意气用事就能肆意挥霍的。说到底，这是个实力说话的世界。5天后，商会总部所有不服我的人一起上，我输了，从此不过问商会的事；我赢了，放商会上上下下所有人听我的。少爷，万万不可！商会暗藏4名200级转业强者，一转之后的高阶职业者和100级强者有着天壤之别，风险太大了。你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一个刚觉醒数日的新人，就敢挑战整个商会的高阶战力。5天后，商会总部不服者尽数上场，我不说第3遍。是天助我也！这小子自寻死路。立字为据，签订书面约定，免得到时候有人反悔。送客。少爷，您太鲁莽了。我知道。您不知道，100级和200级不是一个概念。完成1转的职业者，每升1级属性至少翻5倍。200级是完成过生命蜕变的存在。
差距这么大的吗？当然，职业者每升一级全属性加50点，一转后每级至少250点。这还只是普通职业，技能、职业核心、战斗经验全都不在一个维度。别人一级加50点，我财神职业每级全属性400点，谁碾压谁还不一定。真是蠢货送人手，本来还得费尽心机夺权，现在他自己送上门。年少轻狂，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真以为杀了几个百级簇牛就天下无敌了。等5天后他战败，我们立刻对接万宝商会、黑石财团，直接接管整个商会。还是不能大意，谨防他还有隐藏底牌。底牌再多又如何？能抵得过数位200级强者联手？这一战他必输无疑。城主，最新消息，陆放今日刷本结束，等级已经达到75级。这小子简直颠覆了我的认知，太不正常了。放商会那群高层，怕是要踢到铁板了。一群鼠目寸官之辈，放着真龙不辅佐，偏偏想着趁乱瓜分利益，纯属找死。要不要我们暗中提点几句，让那些高层及时收手，避免商会大乱？不可，陆放正在接受天龙考核，我们不能随意插手干预。这场约战是他的试炼，也是他的展示，一切顺其自然就好。可商会有4名200级强者，若是联手围杀，陆放大概率不敌。这小子向来创造奇迹，不到最后，谁也不知结局。6天，从觉醒到100级，终于做到了。还有1天时间，足够完成转职。6天，从觉醒冲到100级，这天赋简直前无古人。天龙的最快记录是秦观海，砸进顶级资源尚且需要8天，他孤身单刷地狱副本只要6天，这太离谱了。天赋确实顶尖，但天龙考核从不只看天赋。您好，请问办理什么业务？要领取第1次转职任务。先生，转职任务一生仅有3次机会，失败会永久锁死转职上限。90%职业者都会满级后沉淀许久，筹备资源再领取任务。您年纪轻轻，一定要慎重。无妨，直接领取。请将手掌贴合转职水晶。基础任务不难，但想要 SS 级10倍成长，24小时赚5亿，这就有点难了。先生，转职评价越高，转职后属性成长倍数越大，普通5倍 ，S6倍 ，SS8倍 ，SSC 10倍。SSC 有人拿过吗？江城历史上从没听说过。3柱石当年也只拿到 SSS， 至于 SSS， 那是传说中的存在。疯了吧？这转职水晶绝对是针对他。24小时无法元赚5亿，别说18岁新人，就算是我们同级时期，也根本做不到。转职任务是匹配潜力的，潜力越大的职业，匹配的任务难度就越高。所以，转职水晶是觉得这小子的潜力已经配得上这种变态任务了吗？麻烦大了，拿不到 SS 评级，他的成长根基会被大幅限制，太可惜了。1000万只是底线，5亿才是我的目标。可应该怎么挣钱才行呢？等等，我有10只潜鬼啊！他们是独立战斗单位，能听命令，能单杀 BOSS。10只潜鬼加我自己，一共11个单位。要是每个都能单独进一个副本，那我就不是一个人在刷，而是一个人开了11个刷金流水线。大人您来了，今天要开什么副本？我有10个召唤物，他们能不能单独进入副本？您说什么？召唤物自己刷副本，历史上没人这么干过。试一下，开副本。进去了，真的可以。当前副本内无职业者进入。无所谓，我现在不需要经验，只需要材料和钱。继续，给他们各自开一个副本。还继续啊！疯了，这世界绝对疯了
6天升100级就够离谱了，现在一个人还要同时刷11个地狱级副本，说出去别人都以为我得了神经病。不行，必须马上上报。鼎元君，棍在驻守。什么？陆放啊，陆放，你到底还要给江城带来多少惊喜？他这是在同时刷11个副本，你有召唤类能力吧？以前这么干过吗？没有。我也有，我也没干过。合着咱2个天龙连想都没往这方面想过，召唤物不都是当辅助的吗？怎么到他这儿直接变打工仔了？不过11个副本同时刷，还真有可能冲到 SSI。天才，绝对是天才。可以，比我预想的还快。解除召唤。召唤，受伤了不治疗，直接解除再召唤满血重开，这是什么赖皮打法呀？刘成，愣着干嘛？继续开副本。还剩下1个小时，该变现了。您好，接任务还是提交任务？提交任务，调出所有90到100级区间的材料收购任务。所有？嗯。3251个。格刃打这张卡里。麻烦多叫几个人，半小时内和验证完打款。是。材料山，3000多个任务，一个人提交了3000多个收购任务，疯了吧？这是哪路大神啊？江城什么时候出了这种怪物？啊！我看见赤血母皇星河了，那玩意儿几天都出不了1颗，他总有一堆。少爷，您怎么来了？买材料，量比较大。没问题，少爷，请到后面仓储区。这些全卖？对，赶紧鉴定估价，一次性结清。少爷，这批材料全是地狱级高等级货，按市场价收的话，总计3亿5千万龙币。3亿5千万，任务大厅那边应该有2亿 ，SSS 肯定到手了。能马上打款吗？能，这些都是商会急缺的货。您又是自家少爷，走最高优先级，我这就操作。到账3.5个亿，到账2亿2763万元。走了。差不多了，陆放也该来了。哼，希望他别临阵退缩。退也晚了，约定都签了，他不来就算违约，管委会直接接管商会，名正言顺。年轻人嘛，总要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。他去了咱们旗下的材料收购店，卖了多少？3亿5千万。他哪来这么多材料？还能哪儿来的？肯定是陆天雄夫妇留下的库存呗。2位会长什么身份？存点好东西很正常。我看啊，他是急着变卖家岛买保命道具，应付今天的约战呢。哼，无妨。3亿5千万听起来多，但想靠买道具翻盘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这光芒 S 级都没这么亮 ，SS 级也不可能，难道是 SSS？ 一转 SS 评价，江城历史上从来没有过，这怕是未来的3柱10级别啊！转职任务聚财评价 SSS， 职业进阶一星财神，成长倍数10倍，解锁技能买路钱买命钱。一星财神10倍成长，终于成了！买路钱可强行破开任何副本、秘境、结界。买命钱能消耗金币恢复伤势、体力、精神力，甚至能救别人。这技能太关键了。接下来，该去商会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。这小子真成了！
24小时5个亿，不动老本不靠人，硬生生靠召唤物单杀堆出来了，变态，真是变态！江城职业中心出现一转 SS 级评价。消息确定吗？真的是一转 SSS？ 确定，职业中心都传疯了，好多人亲眼看见金光冲天，是身份没公开，只知道是个很年轻的职业者。这种天才，要是能招揽进咱们商会，查，不惜一切代价查到他是谁，给资源，给地位，给股份，必须把人绑在咱们放商会上。没错，有了这位 SS 天才，咱们还用看万宝商会、黑石财团的脸色？这事儿等解决完陆放立刻办，现在先把眼前的事了了，夺权之后，咱们才有资源去抢人。江城职业中心出现一转 SS 级。城主，职业中心出了个一转 SSS， 是陆放吗？我觉得，只可能是他。哈哈哈哈！好啊，这小子每次都能给人惊喜。走，咱们也去会会商会。我现在就想看看那帮高层知道真相时会是什么表情。陆放，我父亲失踪后，家族也是步步败退，现在的我举步维艰，而你，真的能守住父母留下的东西吗？你们说陆放敢来吗？签约了不来就是认输，可来了又能怎么样？4个200级转职者坐镇呢，他一个刚觉醒的小孩，拿什么赢？年轻人还是太冲动了，走法律程序还能拖一拖，非要用拳头定束缚，等于把主动权拱手丧人。话不能这么说，父母刚失踪就被高层逼宫，换谁能忍？有血性是好事，可惜实力跟不上啊。快到点了，通知所有人准备，等他一进门，直接全开气势压过去。一个小辈而已，用得着这么大阵仗吗？狮子搏兔，亦用全力。他真来了，还是一个人，这气度也太稳了吧！少爷，你终于来了，人都齐了吧？该来的都来了，今天之后，放商会的未来也该有个结果了。无耻！人还没进场就玩下马威，想让他当场跪下，后面都不用打了。他们怎么能这样？太下作了！少爷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怎么可能？那可是几十名高阶职业者加4个200级的气势啊！刚觉醒几天的人，怎么能做到面不改色的？这些人还真敢动手。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压的是谁。这只能代表心性好，不代表实力强。这就是你们的欢迎方式。少爷误会了，大家只是想看看少爷有没有资格接下这场约战。现在看清楚了吗？陆放，你别太得意，扛得住气势不代表你能赢。这里坐的每个人都比你想象的强得多。所以呢，少爷，按照之前的约定，你赢，放商会上下听你号令；你输，从此不再干涉商会运营，没错吧？没错。为了不伤和气，我们不会刚开始就派200级职业者，先由安保部副队长周越出战，150级狂战盾位。少爷要是连他都过不了，后面的战斗也没必要继续了。少爷得罪了，放心，我不伤你性命，最多废了你行动能力。年轻人有傲气是好事，但傲过了头就是不知死活。今天我就替会长和夫人好好教你一课。替我爸妈教我，你不配替他们。看来少爷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钱鬼！哼，召唤物，区召唤物也想拦我？怎么可能？一招，150级的副队长就被一只召唤物一拳打废了。陆放自己都没动手啊，这召唤物是什么怪物啊？不对，他留手了，拳头命中的瞬间泄力了，不然周越直接就被打死。下一个，怎么没人了？刚才不是说我没资格掌控商会吗？
现在连站出来的人都没有了吗？少爷实力不凡，我们佩服。既然如此，直接进入正式切磋吧。 4个一起上，对付一个刚觉醒的小孩，4个200级联手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这不正说明陆放可怕吗？一只召唤物秒了150级，逼得4人联手，就算输了也够吹一辈子了。继续一个个上只是浪费时间。约定是你挑战所有不服者，我们4人联手不算违规。少爷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说的这么好听，其实就是怕了。少爷，言语激较没有意义。你那只召唤物确实强。 但想凭一只就赢我们4个，太天真了。谁告诉你我只有一只？钱鬼！10只，他能召唤10只这种怪物，难怪敢一个人挑战整个商会，这哪是狂妄，这是他真有底牌啊！爸，10只，放哥有10只，怪不得少爷当日敢定下5日之约。动手！ 力量太大了，这到底是多少级的召唤物？我没看错吧？4个200级被召唤物压着打，陆放本人到现在都没动过手啊，这也太离谱了！ 再这样下去不行，先激活一只。费半天劲打死一只，抬手就补了一只，这还怎么打？买命钱。不错，几千金币就能回买一只。 比重焕性价比高多了，还能治疗召唤物，打死了能召新的，打伤了能直接奶满，这不是外挂，这是神啊！4个200级，硬生生被打成了消耗战弱势方。无照，拖住他们，给我时间！昆凌断旗阵。少爷，结束了。 这阵法能束缚召唤物，隔断你和他们的联系。没有他们，你没有胜算。少爷，认输吧，我们不想对你本人下手。你已经证明了自己，我们可以重新谈，但今天这场约战到此为止了。可惜了，召唤物被封，他本人就危险了。已经够惊艳了，但还是太年轻，手段太少了。他们耍赖！隔断空间，封锁联系，阵法不错。少爷，你还不认输？ 谁告诉你阵法困住他们了？买路钱，是否花费100万金币使用买路钱？哟，这阵法还挺值钱。是，不可能！又反转了，阵法直接被砸穿了，他连空间封锁都能破，这是什么怪物技能？不能再耗下去了，直接对陆放本人下手，控住他，召唤物自然就停了。不行，他太淡定了，从开始到现在，他一步都没动过。你觉得他会想不到我们对他本人下手？这不像破绽，更像陷阱。万一触发更恐怖的反击，我们连最后的体面都保不住。停下吧，少爷，我们认输了。我认输。 4个200级一起认输了，陆放赢了。他真一个人打穿了整个商会高层，不是打赢，是打到对方不敢打了，太离谱了。他才18岁啊！原来真的可以，不用退，直接打服他们就够了。好小子，一个人压下整个放商会。从今天起，江城的格局要变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放商会，我说了算。不对 ，SSS。 职业中心那个 SSS 级一转职业者就是陆放。什么？陆放就是那个 SS 级一转？照片都传出来了，就是他。
我去，他觉醒才不到几周啊，不到1周百级一转，还拿了江城有史以来第1个 SSS 评价，怪不得这么强，这哪是天才，这是怪物啊！原来那个人也是你，同样是父辈失踪，家业被侵，我还在泥潭里挣扎，陆放已经用拳头把所有觊觎者都按了下去。SSS 级一转，我们不久前还在开会，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招揽那位 SS 级天才，用股份，用资源绑定，靠对方稳住商会。结果，这就是我们要架空的继承人。早知道陆放是 SSS 级一转，给我们100个胆子也不敢有异心。什么管理会，什么外部庇护，什么架空继承人，全都是笑话。少爷，我们错了。从今天起，放商会所有决策权回归我手中，你们所有人的股权全部作废，收归我名下。是。各部门原有事务照常运转，你们该负责的继续负责，商会不能乱。药剂工房、装备贸易、材料收购、安保体系全部维持现状。我们没有被踢出局。在座各位都是商会老人，今天这件事，我只给1次机会。以后谁再敢动不该动的心思，就不只是认输和收股权这么简单了。少爷大度，陈广茂从今往后愿为少爷效死。我愿继续为商会效力。愿为少爷效死。爸，你怎么又哭了？我是高兴，少爷真的长大了。他知道商会要运转，要留着熟手做事，先雷霆压服，再给人留路。这一手比老爷年轻时还稳。有勇有谋，有情有义，能打也能忍，该硬的时候硬，该收的时候收。你还挑什么？不用挑了，陆放，通过考核。江叔，以后商会日常管理由你统筹。你跟在我爸妈身边多年，熟悉运转，我信得过你。具体业务还是各部门负责人做，你替我盯着他们就行。少爷放心，我等一定配合江管家。这个世界实力才是根本。我爸妈在，你们不会有今天的心思。我没实力，今天也做不到这里，所以我不会把时间耗在日常事务上，会继续提升实力。钱鬼，不用紧张，他们只是被暂时停住了。有些话不适合让很多人听到。你们是谁？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傅云，天龙成员。陆晨，天龙成员。天龙是什么？天龙是龙国守护特殊部队，直属最高层，不归地方管，不对外招生，不接受普通推荐。里面集合的是整个龙国最顶级的一批天才。整个龙国最顶级的天才，比如你那个同学王艺兴，在江城算不错，到省城也能被重点培养，但放到天龙，连考核资格都没有。所以你们从一开始就在观察我。从你击杀血狼会成员开始，现在可以告诉你结果。陆放，你通过了天龙考核，我代表天龙正式邀请你加入。小子，你知道多少人做梦都想进天龙吗？别说你刚一转，就算3转的5大学府天骄，听到这话都得激动的睡不着。我不是不愿意，只是我有自己的事要做。你父母在深渊裂隙遭遇空间风暴，你不幸他们牺牲了，你疯狂升级，就是想尽快去前线找他们。你怕加入天龙会被限制自由，耽误升级，耽误找你父母。但你想错了。你应该也发现了，副本和副本差很绝大。江城就这么几个高等级副本，你很快就会遇到瓶颈。江城所有人高不可攀的筑世级强者，在天龙眼里，居然只是可以随意调动的资源。多谢，不必，这是天龙应有的安排。附近城市那边的事，你还去吗？要去看一眼。附近城市出了点小状况，不用你管。你现在的任务是把私事处理好。1天后，我会来接你。陆晨到底多少级？能随手冻结全场，随口调动400级注释。天龙的水也太深了，不愧是跟着财神之夜演化的宠物蛋，连孵化条件都这么直接。吃金币是吧，未央？10万金币，就亮一下吗？继续喂养。你这胃口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金币又不能用龙币兑，平时刷本赚得多，花得更离谱。技能要金币，现在宠物也要金币，合着我这财神职业这么烧钱啊！继续。要出来了吗？孵化能量不足，是否继续喂养？ 4000万还不够，继续。
所以我花了5000万金币，就孵出了只猫。恭喜获得宠物招财猫，能力1招财，能力2寻宝。招财，每日可以稳定产金币，还和商业势力挂钩。我正愁没有稳定金币来源呢，使用招财。招财成功，第一次就100万。现在放商会还只是江城级别，以后扩张到全省、全国，那一次岂不是千万、上亿？更别说还有寻宝能力，这5000万也花得太值了。既然你能招财，以后就叫来财吧。来财，以后能不能暴富就看你了。接下来就是3个自由技能点，买命钱是保命核心。上次在商会约战，钱鬼配买命钱的续航简直离谱，先加它。升级后多了异常状态恢复，以后副本里的诅咒、毒素、封印控制就能全解了。还有2点，全加给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恭喜宿主有钱能使鬼推磨提升至3级，获得技能槽乘1。技能槽，钱鬼现在属性够顶，就是打法太粗，只会冲上去硬砸硬扛，遇到会飞的、远程温征的、大范围控场的，短板特别明显。上次昆凌断前阵就差点吃亏，有了技能槽就不一样了。先补远程能力，群体能力以后再说。走，继续变强去。有事吗？陆芳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让王家商会得到你的庇护。只要你同意，我可以推动2家深度合作。王家商会1/4的渠道让给放商会，1/4，代价不小。王家在江城经营多年，材料收购、药剂销售、装备分销的渠道都很扎实，吞下来商会规模能长1大只。1/4少了，至少1/2。你现在觉得1/2多，可你要是不答应，失去的恐怕就不是1/2，是全部。好，我答应。只是你答应没用，今晚你召集高层，把不愿意合作的人都记下来。明早我会降临王家商会，亲自说服那些不愿意的人。谢谢你，陆芳。看来你还真是只招财猫，刚孵出来就给我带大蛋。恭喜您，等级提升至101级。打开个人面板，果然升1级就会加1000全属性。不过这升级速度也太慢了吧，耍了4个地狱本才升1级。我要进101级副本。大人，职业中心这边没有101级副本，100级之后副本数量本来就少，江城只是地方城市，高阶副本资源有限，目前收录的100级以上副本最低准入都是105级，101到104级之间没有对应副本。难怪陆山说江城满足不了我，果然高阶副本缺口太大了。那就继续给我安排100级地狱副本吧。以前我爸在的时候，这群人哪个不是毕恭毕敬？现在真是墙倒众人推。今天召集各位是有一件重要事情宣布，我决定代表王家商会寻求放商会陆放的庇护，作为交换，王家商会一半渠道并入放商会体系。一半渠道？王一星，你疯了！那是王家多年积累的根基，你一句话就要送给外人，我不同意。陆放再有潜力，也是要去更高地方的人，怎么可能一直留在江城庇护我们？商会自己刚稳住，凭什么庇护我们？一星，你太年轻了，商会不是靠冲动经营的。你们什么情况？城市警报，有怪物入侵！不可能啊，外围防线一直正常，刚才的爆炸声从哪儿来的？啊！会议停顿，我们去警报来源看看。你身为江城副城主，为什么要背叛江城？血狼会能布下暗夜天幕，祝石离开的消息会泄露，几处副本封锁节点动过手脚，这些事全都和你有关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他们抓了我的妻子和儿子，我只是想救他们。混蛋！束手就擒，剩下的交给律法审判。如果你妻儿还活着，
城主府会尽力营救。韩千天，你永远都是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当年如果不是你，城主之位本该是我的。我为江城做了这么多年事，凭什么永远站在你身后？周成海，我知道我活不了了，那就一起死！不好！他用阵法污染了副本。这个畜生！是205级副本黑渊兽潮，他把污染怪物放出来了，是要让整个江城陪葬。拉响城市1级警报。停住！不能让他们冲出去，后面就是居民区。火系职业集火左侧，治疗，这里有人重伤。黑渊伏虎兽王300级。不好 ，BOSS 出来了，挡不住了！不行，江城现在没有柱石，这种级别的危机，我们根本扛不住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小心！聒噪！死了！一直就把300级 BOSS 弄死了！这就结束了吗？他刚才是不是只用了1根手指？我甚至没看清是什么技能。这是什么级别的强者？路过的前辈吗？前辈，多谢出手相助。职责所在，敢问前辈是秦振岳？奉命调遣，担任江城新任柱石，等级400。什么？新任柱石400级？国家给江城调来了400级强者，我们江城何德何能啊？400级放在大城市都是镇压一方的顶级战力。陆放在哪里？陆放，秦前辈刚到江城，不问城防，不问裂缝，不问内鬼，第一句话居然是陆放。陆放现在应该在副本，他今日处理完商会的事，便继续去升级了。那他家在哪里？前辈要去陆家吗？我去他家等他。 400级新任柱石亲自去陆家等陆放，这是什么分量？秦振岳哪里是为江城来的？他分明是为陆放来的。难道秦前辈是因为陆放才被调来江城的？很有可能。可陆放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也许他背后的层次已经超出我们的认知了。秦前辈，不如城主府先为您接风，等陆放离开副本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他来见您。不必，我去他家等。 我支持一星，王家商会本就该由王家嫡系掌控。一星说什么，我们这些老家伙无条件配合。从今日起，谁再借董事会名义架空一星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3位大人，这是不是太突然了？你们还不知道今晚发生了什么吧？江城新任柱石到了，秦振岳，400级强者。新任柱石。 国家给江城调来了400级强者，这怎么可能？400级强者竟然来江城了！秦振臣到江城后，第一句问的不是城防，不是城中府，是陆放在哪里。之后他直接去了陆家，亲自等陆放从副本出来。400级强者亲自去陆家等陆放，这怎么可能？陆放不是刚一转吗？他到底做了什么？这还看不明白吗？秦振岳来江城。 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陆放。我以为陆放一人压服高层已经是极限了，
现在才知道，他甚至不用出面，只凭一个关联的400级强者，就能让整个王家商会的风向彻底反转。我同意一星少爷的方案。我也同意，王家商会确实该重新整顿，之前有些制度是该改了。一星少爷提前和陆放搞好关系，真是太机智了。陆放，你到底已经走到哪一步了？大人，杀了一天，才103级。上午刚一转100级，晚上就103级，一天连升3级叫才。别人升1级要10几天，卡几个月都正常，这叫慢吗？大人，江城新任柱石已经到了，是一位400级强者，现在正在您家等您。天龙的效率这么快的吗？回家。陆放，我是秦振月，奉命来江城担任新柱石。秦前辈，久仰大名。这位前辈听父母提过，早年镇守北境，参加过多次大型猎系战役，后来受伤才退居后方。英雄出少年啊！18岁 SS 级一转，江城能出你这样的人，是江城之幸。前辈过奖了。不是过奖，你放心去天龙楚洞，家乡这边有我正镇，只要我秦振月还在江城一天，就不会让江城乱。我老了，前线那种地方不适合我这个老头，但守一座城，护一方人，还是做得到的。也算用这种方式继续为龙国做点贡献。多谢秦前辈，江城以后就拜托您了。秦前辈受伤了吗？是异常状态吧？眼力不错，是深渊腐蚀残留。当年清剿高阶猎系时被深渊领主伤了根基，命保住了，但这股腐蚀一直没清掉。治疗师也没办法吗？请过，500级治疗师都请过，能压制能缓解，但无法根除。我的买命钱升到2级，也许能解异常状态。秦前辈，我或许可以试试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这不是普通伤势，你才一转，不必浪费精力。试试而已，万一有用呢？买命钱，检测到高阶深渊腐蚀异常状态，是否消耗300万金币进行修复？300万金币，这么贵？罢了，这位前辈是守江城的英雄，300万换他恢复状态，值。这是缠了我10多年的深渊腐蚀，真的没了。400级治疗师都治不好的伤，少爷居然抬手就治好了。陆放，这一礼你受得起啊？秦前辈不必如此，你不知道这道伤对我意味着什么。这些年我空有400级修为，每次动用力量都要承受反噬，不然也不至于从前线退下来。你治好的不只是我的伤，更是我这把老骨头最后一点遗憾。能帮上前辈就好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耀。北境裂隙战役后，国家给我的，也是我要给你的见面礼。前辈，这太贵重了。我以后就在江城镇守，这东西留着没用。记得里面封存着一个一次性防御技能，可挡下一次500级强者的攻击。前辈，收下，这是一个老兵对未来天龙成员的期许。多谢前辈。不，该说谢谢的人是我。陆放，王家商会的事情搞定了。这么快？是秦前辈的事传过来了，他们知道新任400级柱石第一时间去了你家，所以很多人态度就变了。原来如此，秦前辈什么都不用做，光是和我扯上关系，就够压得王家那群高层不敢造阵。这就是400级柱石的分量啊！那就好。明天不用再浪费时间了。我还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。看不懂也正常。你先把王家商会握稳，后续合作直接找江管家对接就行。放商会这边由他统筹。好，我明白。有秦先辈做回江城，有江叔统筹放商会，我离开后，至少不用太担心后方了。来财，干活了。使用招财，招财成功，恭喜获得金币130万。昨天才100万，今天直接130万，显然是王家商会并入藤校了。不错，今天给你加餐。还是个吃货喵。少爷，您这次去的特殊部队危险吗？
也许有危险，但肯定有更多机会。老爷和夫人如果知道您现在这样，一定会为您骄傲。他们最希望看到的，不是您守着商会过一辈子，而是您能走自己的路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只是，少爷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我会的。事情处理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走之前，先去见一个人。陆前辈和秦前辈认识吗？他是我大学时的老师，当年若没有他教导，我未必能走到今天。哟，人模狗样的，好家伙，这师徒重逢的画风怎么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？都是托老师的福。少来，你这小子现在翅膀硬了，整天板着脸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谁欠你钱。习惯了，哼，还是这个死样子。老师，你的伤好了？好了。你别告诉我是他治的。昨晚这小子看出我有异常状态，非要试试，结果还真给治好了。我当年亲眼看着老师背着伤，进了天龙后找过多少高阶治疗师，多少净化物品，都只能缓解，没法根除。结果一个刚移转的小子，抬手就给治好了。怎么，你小子也有吃惊的时候啊？我以个人名义感谢你，你治好的是我的老师，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陆前辈不必如此，秦前辈为龙国守过前线，为江城镇守一方，我只是为英雄尽一点绵薄之力。行了，别在我这耽误时间，赶紧走吧。小子，天龙不是什么轻松的地方，别给江城丢脸。秦前辈放心，老师保重，滚吧。别慌，平时在家挺横，一上天就怂成这样，出息。陆前辈，我们现在去哪儿呢？先去几个研究院，结合你一样的新人，一些武大学府通过天龙选拔的学生。沈惊雷，是我，天策学府研二沈惊雷，跟上。是。兄弟，你也是这批进训练营的，哪个学府的？还没上研究生啊，没上研究生？那你现在是江城大一新生。大一？不是兄弟，你认真的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大了。我当初拼了命的打百校大战，干翻武大学府所有研二人员，才被天龙选中。结果这话一个大一新生就被捞走了。前辈，他该不会是关系户吧？天龙没有关系户。不是关系户，那就更离谱了。兄弟，你到底天赋多强？隐藏职业，唯一职业。不要瞎听别人的职业和能力。哦，前辈，你这手也太帅了吧！闭嘴。陆前辈，镇渊学府8人已到齐，跟上。哟，镇渊学府的人啊，没想到第一站就是你们。看来天龙也知道，武大学府里最该先敲打的就是镇渊。沈惊雷，百校大战赢了几个研二新生，就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？那可不是几个，是武大学府所有研二新生。你不过是运气府升晚了2年，要是碰上我们这一届，你连决赛都进不了。同样岁数，我照样碾压你们，信不信？够了，要打，进训练营后有的是机会。现在谁要是耽误行程，就滚回去。天武的学生好像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好点？星辰学院啊，远程职业多，你们最好祈祷训练营里没有近身战考核，否则我怕你们还没吟唱完就躺下了。你可以试试。兄弟别怕，不如我们结盟，以后我罩着你。啊？他是谁？他叫陆放，江城大学生，大学还没毕业就被天龙提前选中，直接少走4年温路，比你们厉害多了。啊？没进研究院就被天龙选中，武大学府每届那么多学生，一个大一学生凭什么？这家伙不光自己拉仇恨，还得顺手给我也拉满是吧？沈惊雷，这么说你也不如他了。确实，你研二才被天龙看中，人家大一就来了。按你的说法，他比你少走2年弯路啊。是啊，我承认陆放比我更离谱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不过我才研二，至少比你们厉害。你再废话，我把你们全丢下去。这就是天龙训练营吗？
竟然藏在特殊空间里。这地方有点东西啊。好恐怖的气势！人带到了，我叫夏吉，天龙训练营教官，等级600，职业雷霆泰坦。600级，教官竟然是600级强者。雷霆泰党不是传说中的高阶雷系近战职业吗？这种级别的存在，竟然亲自带新人。我们镇渊学府也就正副校长到了600级啊！秦前辈400级就能一直秒杀300级 BOSS， 镇压一城，600级全力出手，又该是什么场面？我知道你们都是被筛出来的天才，但到了这里，把你们那点傲气都收起来。天龙不缺天才，甚至可以说，这里最不值钱的就是天才。你们在学府拿第一，在城市万众瞩目，在同龄人里横压一方，那只能说明你们有资格站在这里，不代表你们配得上天龙。天龙训练营的毕业标准很简单，独自通关400级地狱难度副本，10年内完成，毕业正式天龙队员，做不到淘汰。独自通关400级地狱难度，这毕业标准也太离谱了。10年听起来长，可等级越往后越难升，200级后升1级都要干月算，难怪天龙正式队员那么少。有意思，这才像天龙。训练营集合了全龙国最顶尖的资源，想用就拿天龙积分来换。按流程，新人入营先做摸底测试，这是你们第一次拿积分的机会，评分0到100，拿多少分得多少积分。如果能拿高分，开局就领先了。哼，咱们玩点刺激的怎么样？我沈惊雷今天就一个人碾压你们5大学府所有人，打个赌，等会儿排在我后面的每人给我10点积分，排在我前面的我每人给50点。狂妄，一个研2的，真以为自己天下第一了吗？好啊，送上门的积分不要白不要，我们接了。既然这么热闹，我也想参与一下。你一个大学都没毕业的学弟，有勇气站出来确实不错，但实力不是靠一腔热血的，跟你赌赢了也胜之不服。不敢接就直说，找什么借口？你们5大学府就只有这点胆量吗？好，你非要送死我们就成全你，规矩改改，排名在你后面的每人给你20点积分，排在你前面的你1分都不用出。要是连你一个大学生都比不过，我们这研究院就算白上了。对，你1分都不用出。不用改，既然是赌就公平点，我输了同样每人给50点积分，我不需要你们让。好兄弟，我欣赏你。既然你非要送积分，那我们就笑纳了。大学没毕业的新人，面对几10名接受过系统培养的天才，还敢这么赌，有意思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行了，都跟我来。左边常规训练区练体能、反应、战斗技巧、技能掌控；右边模拟战场区，能复刻低阶劣系环境，模拟怪潮。前面那几座塔是精神压迫室和元素适应室，再往里是副本入口、任务大厅、积分兑换区。很多设备哪怕在我们学校里，也只是最核心天才才能申请使用，在这里居然只是基础训练设施。镇渊的来了，天武今年就这几个吗？星辰学院的学弟学妹，测试加油啊！这些都是前几批进来的老人，新人前期3个月统一训练，3个月后大多数人会加入训练营里的势力。训练营里还有势力？当然有，有人就有江湖。训练营最大的5个势力就是5大学府前辈建的，有镇渊会、天武盟、星辰社、神机阁、圣灵会，本质就是同校抱团。当然也有独行侠，要么是没人要的边缘人，要么是真正的强者。像我这种强者肯定是要独行的。你刚才不是还要跟我结盟吗？那不一样，强者之间的结盟不能叫抱团，那叫强强联合。不过说真的，兄弟你刚才好猛，我敢赌是因为我真打过百校大战，5大学府的水平我心里有数。你不一样，你还没大学毕业，所以呢，你天赋肯定强，但大学期间最重要的是对职业能力的开发。比如2个人都200力量，一个人不懂发力技巧，只能发挥150，另一个人懂肌肉调动，能打出300-400。同样一个技能，有的人10个空7个，有的人百发百中，还能预判下一步。5大学府那些人已经在系统训练里打磨了几年，你天赋再强，现在还是一块没被雕琢的狍玉，同场测试不一定占便宜。
你说的有道理。你就这个反应，这么淡定的吗？因为有没有道理和我会不会输是两回事。行，我现在是真有点期待了。新人测试共6项，4维测试每项15分，力量、敏捷、体质、精神；实战测试20分，潜力测试20分，总分100。测试过程不允许使用外部装备、临时药剂、他人辅助，除实战测试外，不允许使用技能。星辰学院，顾清寒，第一个。哟，第一个就是星辰学院顾清寒，有名的法系天才，精神属性应该很强。这是什么？力量测试专用设备，站在鼓前全力打一拳就行。不过不是只看数值，分数等于基础系数乘以技巧系数。基础系数是什么？基础系数初始是2，代表同等级职业者的平均属性水平。你力量是同级平均的2倍，基础系数就是4，3倍就是6，以此类推。技巧系数呢？技巧系数初始是1，代表完全没技巧，纯靠蛮力打出去。懂发力，懂爆发，懂身体协调，能让伤害更集中，系数就会往上加。也就是说，属性够高的话，就算技巧差也能拿高分，甚至直接满分。理论上是这样，不过不可能。4维单项的满分是15，技巧系数只有1的话，基础系数得达到15，也就是基础属性是同级平均的7倍多。7倍是什么概念？武大学府最顶尖的毕业生也就4倍，那都已经是怪物级别了。7倍，那不是天才，那叫牲口。4维和实战我能理解，潜力测试怎么测？那个更简单，把手放上去就行。水晶球可以感应潜力、职业品质、已拥有的技能、技能成长性、属性成长性、未来瓶颈、转职评价，全都会影响分数。这么准吗？准不准不好说，但天龙用了这么多年，肯定有道理。潜力分20，正常超过10就不错。12分是各大学府核心培养级，15分以上就是真正的顶级苗子。我一转前还不到10分，当时好多人说我后劲不足，结果我一转拿了 ISS 级评价，潜力分直接逆袭到13，而且我马上就要2转了，这次肯定还能拿 SS， 到时候潜力分直接冲15分以上，我就是顶级天才里的顶级天才。 SSS 级评价不好拿，你能拿到确实厉害，祝你2转也能拿到 ISS 级评价。你这人怎么这么真诚？兄弟，就冲你这句话，待会儿要是输了积分，我可以考虑借你一点。力量测试7.3分，还行。看明白没？鼓面凹陷程度看基础属性，涟漪扩散程度看技巧。刚才顾清寒的涟漪挺漂亮，发力技巧不错，技巧系数大概 1.8， 但凹陷一般，基础属性大概4分。原来如此。下一项。敏捷测试7.8分，精神测试12分的精神属性，放在法界职业里已经是顶尖水准。继续潜力测试。潜力测试13.4分，不错啊。最后一项实战测试，这就是模拟训练，把职业者状态虚拟化，战死体验感很真实，但不会真的死，特别适合实战测试。实战测试12.4分，总分59.7分。哼，这个力量还行，但技巧太糙，精神威压才撑到这儿啊。这一批学生综合素质不错，大部分总分在55到65之间，正常。这几年前线打得太残酷，很多受伤退下的强者去各大学府任教，教育水平在提高，学生越来越强是好事，可靠这种方式提高教育水平。下一个，沈惊雷。终于到我了，兄弟，看好了，我教你怎么让5大学府的人表演变脸。沈惊雷，你最好真有这个本事。力量测试13.5分。13.5？开什么玩笑？这都接近满分了。之前天武那个力量系也才12.7，沈真雷是普通高校出来的吗？力量怎么会这么高？怎么不说话了？5大学府的人不是挺能点评吗？哼，陆放，看见没？
这就叫变脸。力量高有什么用？短板太明显了。继续酸，我爱听。潜力测试13.2分。都睁大眼睛，这一项才是我的主场。实战测试18.0分，总分73分。远程刀气，目前全场第一，有点东西。五大学府的天才们承让了。兄弟，怎么样？我刚才帅吗？帅，有眼光。下一个，镇渊学府石燕青。沈惊雷刚才不是狂吗？等石燕青成绩出来，看他还笑不笑得出来。这人很强吗？很强，镇渊学府研4全年级第一，真正的怪物。而且他已经完成3转了，据说3转全是 SSC， 而且2转时上过前线，遭遇突袭，队伍被冲散，一个人杀了2个3转敌人。力量测试13.0分，只比沈真雷差0.5，而且力量本就不是燕青的最强点，偏偏有些人啊，还把自己当回事儿。别这么看我，差0.5也是差。敏捷测试11.6分，体质测试12.2分，精神测试11.9，潜力测试14.1分，实战测试16.2分，总分77分。这才是五大学府真正的水平。沈真雷，看到没有？73分也敢这么狂？切，几十个人里就一个比我分数高，还比我多上了2年学，这就让你们很骄傲吗？哎，五大学府啊，要求这么低的吗？训练营里，我等你追上来。放心，用不了多久。要是再有几个人排你前面，你就要赔积分了吧？兄弟，不会真以为我之前挑衅是鲁莽吧？这批新人谁强谁弱，我早打听过了，能排我前面的就这3个，稳赚。厉害，学着点儿。在天龙训练营，光会打不行，还得会算账。最后一个，陆放。一个没上过研究院、没接受过系统训练的人，怎么可能排在我们前面？兄弟加油！只要超过五大学府任何一个人，就足够让他们颜面扫地了。到时候我帮你把场子炒起来。第一，学弟真可爱。年轻人嘛，谁不是狂过来的？要是我大学就被天龙特招，我比他还狂。等成绩出来就知道差距了。学弟上赶着送积分，是大好人啊。让这小家伙赔点积分吃吃苦也好，年轻人总要被现实磨一磨。未必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觉得他有机会赢过一些人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果然没接受过系统训练，发力姿势太普通了。别说技巧了，他恐怕连怎么把力量完整打出去都不知道。大学生嘛，正常。这家伙就算不会任何技巧，起码也蓄力一下。没有涟漪，技巧系数几乎为0，纯靠蛮力。就算力量属性不错，分数也不会太夸张。这凹陷程度是不是有点夸张了？我没看错吧？为什么没有技巧涟漪，骨面还能凹成这样？这得多高的基础力量？力量测试15分，满分！力量测试满分，他不是大学生吗？没有技巧都能满分，他的职业到底是什么？纯力量的唯一职业吗？我之前还跟他说，光靠属性不可能满分，结果兄弟你开挂呀！这是你早就知道的吗？不知道，我也是第一次见识到他的力量。那你刚才装那么深沉，我还以为你未卜先知呢。真是个怪物。不过他力量强，不代表综合测试强。没错，职业单项越极端越容易偏科，他肯定是纯力量型职业，敏捷、精神、体质绝对很弱。好快！等等，他还是没什么技巧，就是单纯跑得快。敏捷测试15分，敏捷也是15分，2项满分。这家伙到底是什么职业？前2项满分太离谱了，只要后面别太崩，总分肯定不低。但他总不能全能吧？绝不可能！力量和敏捷已经这么变态，其他属性肯定弱。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没反应？这已经是超过他目前等级50级以上的精神威压了吧？精神测试15分。
么情况？那些足以让普通职业者痛苦不堪的负面状态，全被他的身体硬生生挡在了外面。不用看了，又是满分，苍天不公啊！体质测试15分，4维全满的纯数值怪，这已经不是优秀，是把测试规则按在地上摩擦。陆晨，你从哪儿带回来的怪物？我把他带回来之前也不知道他这么厉害，真的，骗你是狗。等等，这家伙已经60分了，已经超过我们在场不少人了。什么？我之前还觉得陆放是来送分的，结果小丑竟然是我自己。为什么他没技巧都能满分？我们练了这么多年，到底练了个什么东西？真不是做梦。之前他说目标是第一，我还觉得疯了，结果这滑是真能拿第一啊！实战和属性测试不一样，10个同级敌人不是木桩，他数值再变态，职业机制大概率不行。对，职业者不可能什么好处都占。潜鬼。实战测试结束，用时1秒。实战测试20分。屠杀，这根本不叫实战，这叫降维打击。当前总分80分。我的天，石延青才77分，他就算潜力拿0分都已经第一了。神性，他已经明显超出常规职业体系了，只有神性能解释。4维测试每项15分，可正常神性至少3转才有几率出现，他1转就有这特征，难道是1转时天赋太强，直接被某位神明眷顾了吗？应该是这样，但问题是哪位神明呢？基础4维全爆，还能召唤10只离谱召唤物，不像战争、生命、元素、黑暗、死亡任何一种已知路线，不属于已知神性吗？至少目前表现出来的能力对不上。2种可能，要么他职业藏得太深，我们只看到表层，要么眷顾他的是从未出现过的新神明，这哪是天才，这是战略级苗子。这怪物潜力测试肯定也满分吧？这还用问？4维全满，实战也满，他潜力要不满分，那就是测试标准有问题。我现在已经不想挣扎了，躺平了。史上第一个100分选手，看来要出现了。不对，他不能碰水晶球。糟了，别碰！来了，这光芒也太强了，肯定是满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水晶球炸了，预判了满分，没预判到设备直接炸了。我怎么忘了？潜力测试水晶有承载极限，正常新人不会出问题，但陆发现在是疑似神性啊。夏教官，这水晶球用太久了，老化该换了，这不巧了吗？这话谁信？那个，虽然水晶老化爆炸，但我目力极强，亲眼看见爆炸前的波动，已经达到满分标准，所以满分。你干什么？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品种的怪物。我本来以为你说拿第一是做梦，没想到你是在说实话。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挺能装的，结果碰到你才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，装外有装。我装什么了？从头到尾面无表情说要拿第一，结果就真考了100，这谁顶得住啊？这学弟真的拿了100？不止，他能拿100分，是因为总分只有100分。真元学府，石延青，交个朋友。江城，陆放，等会儿领身份令牌，积分会绑定进去，到账后我第一时间把输你的10积分转你。好。真是看人下菜啊！强者值得我的尊敬。你的意思是我不强吗？你也强，但你太吵。之后有机会可以一起出任务。星辰学院文心慈，以后有机会多交流。天武大学赵恒，有机会想和你切磋一次。行了，测试结束，你们这批数据只能算一般，距离训练营真正的精英还差得远。这也叫一般？当然，个别人表现还算不错。你们也别不服，一群5大学属出来的，结果连一个大学生都干不过，丢人不丢人？丢人是丢人，但你管这叫大学生吗？拿他打击我们，有点过分了吧？行了，等会儿去领身份令牌，明早8点第4运练场集合，迟到扣积分，解散。刚才说话没底气了。废话，往年都能说一届不如一届打一傲气，今年出了这么个变态，我怎么说？你也不用担心其他人飘，有陆程在，他们不产生心理激受就不错了。有道理啊。你觉得他多久能完成新人培养？3年内吧。3年？你这还挺保守。他基础太强，但短板也明显，技巧几乎没有，很多东西都要补。话是这么说，但这种人补短板的速度恐怕不能按常理算，我猜2年。前线越来越难了，也许这个小家伙真能给人类多带来点希望。5大学府一共40人，
我输了3个赔150，赢了37个，到账370，净赚220，再加上我测试的73分，总共293。兄弟，这开局也太完美了，我果然天生适合天龙训练营。嘿嘿，史上最负新人，还行吧。燕青，程师兄，测试结束了吧？怎么样？这届新人第一是不是你？5大学府的势力都盯着这次测试呢，镇渊会、天武盟、星辰社全下注了，赌各家新人谁拿第一，赌的不小。你要是拿了第一，我们镇渊会这次能赚不少好东西。不是我，不是你，开什么玩笑？你可是镇渊大寺第一，3转完成还上过前线。你要是输了，我们镇渊会在其他几家面前怎么抬头？真是给镇渊丢人。说吧，哪个学府的？天武、星辰，还是神机院？都不是。什么？等等，我之前听说有个普通冲高校的沈惊雷，研2打穿过百校大战，难道是他？也不是他，是陆放。哪个学府的？没有学府，江城来的大学生100分。100分？你确定是100分吗？确定。4维和实战全满分，潜力测试水晶直接被他撑爆了。奇葩，训练营这是来了条猛龙啊！师兄，那这次打赌……坏消息，没赢；好消息，也没输给其他4家。听说了吗？这届新人出了个总分满分。满分？哪项满分？是总分，6项全满，潜力水晶都给撑爆了。你他妈逗我？这是怪物吧？长6只手那种。江城职业中心那点副本跟这比，简直就是先手村。来天龙真是来对了，早就听说天龙副本爆率高，经验多，今天终于能亲自试试了。我这手都痒很久了。我就这个了，刚好适合我。你呢？这个啊，刚到就刷地狱本，算了，对你来说好像也正常。黑铁魔巢103级，地狱难度，怪物等级140级起。钱鬼，地狱难度起始就140级。清理干净，别挡路。警告：进入核心危险区域，压制力提升。越往深处，怪物等级越高。核心区域精英怪已经190级，钱鬼没法一招灭了，但10只围攻还能撑一会儿。黑铁魔巢之主200级，103级的副本地狱 ，BOSS 直接200级，普通100级职业者根本没法打。上！一掷千金！一掷千金！经验加800万，800万经验！恭喜，等级提升至104级。江城10几个副本才升3级，这里1个副本就升1级，效率也太恐怖了。恭喜获得技能书天纵飞剑，可对目标造成400%力量伤害，同时使用人数大于10时，还有额外增加加成。是否学习？这技能简直是为10只钱鬼量身定做的，他们一起放的伤害比1只加金还猛，关键不用花钱啊！学习。10只钱鬼习得技能天纵飞剑，这趟副本光这技能就血赚。恭喜获得50级恢复药剂制造书，可获得恢复药剂制造权限。一本制作书就是一条长期收益渠道，这可是商会的根基。寄回江城给放商会，刚好能扩充产品线。商会越强，来财招财越多，等于我也变强了。剩下的材料
技能书我也用不上，一并寄回去。沈惊雷还没出来，那就再刷2趟，试试钱鬼的新技能。是否选择104级副本赤焰虫骨，难度地狱级？是。赤炎魔虫，等级145。钱鬼，天纵飞剑。伤害可以啊，还能当范围伤害技能用。等级202。202级的赤炎虫王吗？天纵飞剑，舒服。换以前得砸好几发一支这剑，现在纯免费技能就能打这么多血。我倒要看看是你回血快，还是我剑快。天纵飞剑。恭喜获得经验值乘881装备赤焰虫甲，获得材料赤焰虫王核心，获得技能书火焰冲锋。这技能也太深浅了，换以前打这种回血 BOSS， 换成以前全靠一掷千金，要好多钱。现在纯靠技能就能磨死。血赚，继续刷副本。恭喜宿主等级提升至105级。你出来了？不是，你这也太快了吧！你刷的可是地狱本，正常人刷地狱难度不得步步为营啊，哪怕能打也得小心翼翼推进。结果你这跟逛菜市场似的。正常操作。你是真能装啊！我以前还觉得自己挺会装逼，现在跟你一比，我那就是花架子。现在回去吗？不回。还不累？再刷几个小时。你不用恢复调整状态的吗？才刷这么会儿就要休息吗？杀人诛心是吧？什么叫才刷这么会儿？咱俩都是单刷，一个人干坦克输出奶大的活，消耗比组队大多吧？我刷趟噩梦本都累得够呛，你刷地狱本怎么跟没事人一样？兄弟，你真不是人！你先回去吧。不行，不能被卷死！老子今天就硬刚了，我也继续，谁怕谁啊！是否选择105级副本幽影石窟，难度地狱级？是。等等，105级？你之前刷的是103级吧？这怎么就跳到105了？一个副本能升2级吗？不是，你倒是让我问完啊！哎，卷死我得了！陆放呢？程玄师兄，他刚进去，就差一点您就能碰上了。105级副本幽影石窟，难度地狱，进入人数1。一个人闯105级的地狱本，好胆！地狱级本来就不是给单人设计的，就算训练营里的天才，也都是组队进本。他一个刚入营的新人，连系统训练都没上过，直接单杀地狱，看来新人测试满分的妖孽果然不一般。程师兄，您要在这儿等他出来吗？地狱本哪有那么快？单人刷本少说也得几个小时。你盯着这个副本，他一出来就立刻传讯给我，我去旁边重力训练屋练会儿。明白。痛苦就是修行，撑过去就是突破。程师兄，陆放出来了。这么快吗？也是，新人第一次碰天龙的地狱本，拖大很正常，扛不住退出来不丢人，能及时止损反而是成熟。不是，陆放通关了105级地狱副本幽影石窟，通关时间42分16秒。通关42分钟，单人地狱。这4个词拆开我都懂，怎么拼在一起我就看不懂了。你确定记录没出错吗？程师兄，我也怀疑自己看错了，可副本记录就是这么显示的。如果不是我亲眼看他出来又核对了3遍数据，我也不敢信。你让他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到。程师兄，他又进去了。不用休息的吗？地狱本说刷就刷，把这当晨跑路线了吗？程师兄，他下次出来还要汇报吗？不用了，他一个副本42分钟，我40分钟后过去，刚好能等他一会儿。您出来了。副本通关完成，通关时间39分03秒，快了3分多钟，继续优化，还能更快。下一趟。等等，时间差不多，陆放应该出来了吧？
你进入时间1分钟，我卡着40分钟来的，他怎么刚进去1分钟？你来跟我解释下，这上面什么意思？就是陆放刚进去1分钟的意思。我问上一趟他通关了，39分03秒。我定了40分钟提醒，他39分钟通关，出来喘口气就又进去了。连续刷地狱本就算了，第2趟比第1趟还快，正常人连续刷状态不都得下滑了吗？唉，我算是服了，再也不预判这个人了，预判一次连种一次，我就在这儿等，今天非得见到他不可。上一趟39分钟，这一趟不会更快吧？离谱，太离谱了！我一个老生在这蹲新人刷副本，还期待人家刷新记录，像话吗？啊！通关间37分，又快2分钟，这学习速度也太恐怖了吧！边打边进化吗？舒服，又升级了，106级财神。是，陆放你好，我是镇渊玄父程玄，有事吗？我是代表镇渊会来招揽你，我们有固定资源渠道、成熟的副本攻略体系、前线任务经验，还有老生带新人机制。你加入的话，前期能少走无数弯路。训练营的情报、积分副本机制、隐藏兑换渠道，都有人手把手带你。以你的天赋，我们会给你核心待遇。不了，原因呢？团队对我来说反而是拖累。这话狂是狂，但人家有狂的资本。37分钟单傻地狱本，换个队伍进去，别说提效率了，连他节奏都跟不上，可不就是拖累吗？明白了。那就交个朋友，结个善缘，以后有需要合作的地方，随时找我。可以。进入106级副本《伏古荒原》，难度地狱级。天下之大，真是无奇不有。我去，逞强了！本想硬撑着刷完噩梦本。结果打到一半，状态下滑太厉害，只能退出。早知道就不跟那家伙较劲了，那货根本不是人。沈惊雷，你谁啊？镇渊学府程玄，有没有兴趣加入镇渊会？不加。不先听听条件吗？条件再好也不加。老子天生就适合当独行侠，不用急着拒绝。训练营里独行侠不是那么好当的，没队伍，高收益任务接不了，容错率低。没情报只能自己试错，最重要的是你得有远超同级的持续作战能力，不是谁都有资格当独行侠。这届新人里，我只认陆放一个。凭什么就陆放一个？我承认他是变态，但我也不差吧？等我2转拿了 SS 评价，职业再蜕变一次，未必追不上他。那你2转之后能30多分钟单傻同等级地狱本吗？能连续刷好几趟地狱本，不累不说，通关时间还越来越短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啊！106级副本《伏古荒原》，陆放刚进去。对，不对啊！我进副本之前，他不就已经进地狱本了吗？显然他已经出来过了，而且不止一次。你刷1趟噩梦本的功夫，他刷了3趟105级地狱本。第1趟42分钟，第2趟39，第3趟37，现在又去刷106级的了。我之前还以为他一个本升2级，结果人家是我刷1趟的时间，他刷3个本。该死啊！真是个不公平的世界。所以，你改变主意加入我们了吗？老子不改。我沈惊雷刚开始就不是天赋最好的，所有人都觉得我不行。可后来呢？我还不是来了天龙。陆放现在是强，但那又如何？我也许走得没他快，但我就是要一步的追到最高。我要做沈高。不错，我有点欣赏你了。但你若是哪天觉得独行侠走不下去了，随时找我。哼。那你估计等不到了。行，以后这就是我家了。休息好了就刷，刷完了就休息。我就不信了，卷不过还卷不死吗？买命钱。啊，舒服，看来氪金就是万能的。牲口，真是牲口，卷王都没你能卷。8点要集合，没时间再开一把了。不过我已经升级到110级，潜鬼配合也练顺了，还攒了一大堆装备材料技能书。
对放放商会来说绝对是好东西。知道训练营里怎么把东西寄出去吗？训练营不能私通外界，东西和口信交给工作人员，走天龙官方渠道转送。明白了。啊，我要寄一批东西回我老家。哦，不是，你这也太多了吧？还行吧。别还行了，我听着难受。明明你副本等级比我低很多，按理说我这边单件价值更高，可你刷的太多了，地狱本爆率还比噩梦高，总价值反而压过我。陆放同学，需要带什么话吗？给江管家带2句话吧。江总管，目前账面现金流压力很大，东区3个资源仓扩建要续投，秦家的装备订单得先垫材料费，而南城渠道刚打通，资金跟不上就要被同行抢走了。老爷之前一次性挪走了1500亿，窟窿太大了，可扩张势头一旦断了，再接上就难了。江总管，要不要暂时压缩几个项目呢？你好，我是江成英。江先生您好，我受陆放委托向放放商会转销一批物资，预计8小时后抵达江城。少爷委托的。此外，陆放让我带话，让您用这批资源好好发展商会，哪些适合卖，哪些适合留，由您自行判断。重点是扩张商会规模，而且他后面还会继续寄。少爷才走1天，估计寄回来的就是新登记的一点奖励，心意是好的，但压根解不了眼下的燃眉之急。麻烦转告少爷，商会一切都好，让他专心提升，不必担心。货物清单已经同步发送到您的邮箱，请确认接收。实身装备还不止1件，超稀有材料，还有5本药水制作书。江总管，少爷到底寄了什么？几件史诗装备，单件就能拍上亿。什么？稀有材料单件1000万级，不算药水书都至少20几亿。什么？少爷这哪是寄心意，这是搬了座矿回来啊！各部门立刻重新调整方案，这批资源8小时后到，史诗装备暂不出卖，先评估市场，选时机拍卖。稀有材料分2部分，一部分投现有订单，一部分做战略储备。药水制作书立刻联系炼金师，最短时间内把药赌地产线搭起来。明白。那就是满分的陆放吗？原来还是只有2个眼睛1张嘴啊！合着我在他们眼里是怪物吗？你比怪兽还怪兽。看起来你精神不太好啊。你懂什么？我这叫修行后的沉淀。昨晚刷了1通手副本而已。刚进营第1天就刷通宵，这么普通高校出来都这么拼的吗？难怪沈惊雷能从百校大战中杀出来。舒服了，总算给我装到了。刚入营就刷通宵副本，新人就该这样。被教官夸了。我叫莫景欣，580级，从今天起由我负责你们接下来3个月的训练。下集说这届有个满分怪物，疑似神性，看着也没什么特殊的。你们昨天的测试录像我都看过了，每个人的优点和问题我大致清楚。接下来我会针对你们的情况安排不同的训练方法。当然，除了定制方案，每人每天还要完成一项基础训练。每日单刷同等级普通副本5遍，禁止使用任何职业技能，属性也要压制到当前等级职业者平均值。开什么玩笑？哪里是训练？这是废了我们双手，让我们去送死啊！狠啊，这是真狠！拼的不是职业强度，而是战斗技巧、判断力和体力分配。这就不行了吗？别急，这才只是基础方案。基础？这玩意儿竟然只是基础？你们的定制方案已经发到令牌里了。精神压迫室加反应训练室，我一个法师练什么近身闪避啊？极限疼痛模拟，这玩意儿是给人练的吗？每日重力式训练，3倍起步逐日递增，每日刀术基础劈砍1万次，每日1次反应训练室，每日1场压制属性生死模拟战。这是人能完成的吗？每日10次随机环境模拟空间，每日1次重力式、精神压迫式、反应训练室、基础近身战斗、战场指挥模拟训练。我忽然觉得我的方案还挺正常，兄弟，莫教果这是把你当10个人练吧？我底子太差，确实得多练才能跟上。你底子差，那我算什么？废物吗？少废话，练就完了。走吧。